想象一下这个画面，穿过一条海风吹拂的走廊，你住进了一家潜水度假村的房间，干净的床单，温暖的阳光，你放松地躺下来，看着夜幕降临，慢慢地睡着了。而就在床的一侧，那间摆着热水器的小壁橱里，一具尸体正蜷缩在那里。我是黑暗目击者云奇，今天我们一起来目击这起就在4月刚刚发生的真实案件——佛罗里达潜水酒店藏尸案。佛罗里达群岛向南延伸，一条叫做海外公路的长桥穿越碧蓝海面，将一座座珊瑚礁小岛串联在一起。在这些岛屿中，有一块低调而梦幻的地方，叫做基拉戈。这是佛罗里达钥匙群岛的第一岛，被称为通往天堂的第一站。它是电影《卡萨布兰卡》的外景地，是海钓者的天堂，也是无数潜水爱好者梦中的目的地。阳光灿烂，椰影婆娑，珊瑚礁浮潜，黄昏皮划艇，所有的一切都在告诉你，这里只有假期，没有犯罪。安莫雷潜水酒店位置在基拉戈岛上的一处海湾之上，这是一家拥有私人码头和浮潜项目的小型潜水度假村。几十间低矮白墙的客房排列在棕榈树之间，白色的遮阳伞，碧绿的游泳池，气氛轻松惬意，深受小型婚礼、情侣旅行者的欢迎，甚至连一些本地的居民也会在周末来此小住一晚，逃离喧嚣。居住在当地的女性纳丁在一个周六来到了这里。纳丁的全名是纳丁·玛丽·蒂尔曼，43岁，是2个孩子的母亲，住在不远处的社区里。她的生活简单琐碎，但也有几分自由。2025年4月5日，周六，气温26度，风不大，天气非常美好。早晨8点，纳丁坐在驾驶座上，轻轻把车停靠进了安莫雷潜水酒店的停车位。他拉下遮阳板，顺手拿起随身的帆布包。那是一辆深色的雪佛兰 SUV， 车牌贴着过期不久的检查贴纸，后座还有一个旅行用的黑色运动包。他没有带太多行李，也没有约人同行。下了车，穿过一条海风吹拂的走廊，来到了 WEA 房间门口。里面会有一具被隐藏的尸体在等待他吗？一连几天，基拉戈的天气都是阳光明媚，但是纳丁的女儿却完全感受不到宁静美好。她已经2天联系不上她的母亲了。时间来到4月7日，星期一上午，纳丁的女儿再一次拨通了母亲的电话。她的手机仍然开着，但是就是不接电话。女儿开始尝试别的方法，她定位了母亲的车辆，发现那辆 SUV 就在安莫雷潜水酒店附近。她不再迟疑，立刻冲上车，直奔地图上的地址。9点47分，女儿抵达了度假村。事后，根据目击者卡西格本的说法，女儿在酒店里逐间敲门寻找她的母亲，脸上满是焦虑，情绪在崩溃的边缘。Her poor daughter came around looking and knocking on everyone's door. From my understanding, tracked her mom's phone to this location and found her car. 在房间号2A 的旁边，她看到了母亲的车，正安静地躲在灌木后的停车位中，车窗留了一条缝，车内闷热，一眼望进去可以看到后座上的运动包。中午12点，她拨打了911报警。911, what's your emergency? 门罗县警局的巡逻警员首先抵达现场，女儿用沙哑的声音向警方详细说明了母亲的失联、短信记录、最后定位和她自己的寻找过程。警员在现场做了简单记录。几分钟后，一辆警用 SUV 停在了度假村的门口。负责重大刑事案件的调查员埃尔南德斯走了下来。此时，酒店的助理经理主动朝警方走过来，他
他满脸忧虑地向警方报告了度假村里的异常情况。一个叫迪伦·兰姆的男子在4月4日周五入住。第二天，他试图安排男子换房，男子始终拒绝开门，只在门后低声表示不需要。经理觉得奇怪，但也没过多深究，并同意他可以在 W1A 房间住到周日早晨。周日早晨，他如约搬去了另一间房。巧合的是，他搬去的正是纳丁的车停靠的 2A 房间。在他离开 W1A 房间之后，清洁工进入房间，开始了清洁工作。他们发现房内有3个黑色垃圾袋，内含沾满血迹、尿液和粪便的床单与毛巾。但遗憾的是，清洁工没有报告，只是如常将袋子扔进了垃圾回收站，而这些物品在稍早前随着垃圾被清运公司已带走处理。下午1点20，警方决定对 W1A 房间进行搜查。门被打开的一刻，空气闷热潮湿。调查员在房间内开始仔细搜索，只见床铺已重新铺好，但地面残留一些褐色污迹，浴室空无一人。就在热水器所占据的壁橱前，埃尔南德斯蹲了下来，他轻轻推开壁橱的门，用手电筒往里照，手电光落在一个蜷缩的人形上，那是一具女性的尸体，侧卧，脸颊抵在膝盖上，如同婴儿姿势。她穿着一件红色的短袖上衣，下身裸露，背部的纹身依然清晰，脸部严重受损，双眼青紫，嘴唇肿胀撕裂，颧骨出现大面积的瘀伤。她就是消失的纳丁。周六那天，当她踏入 W1A 房间，等待着她的不是一具被隐藏的尸体，而是死亡本身。纳丁在周六失踪，迪伦在周日退房。那之后，有人再次入住 W1A 房间，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和纳丁的遗体同在一个房间共处了一夜，然后毫无知觉地退房离开。直到纳丁女儿的寻找，让热水器壁橱的门被打开，案件正式从失踪转向谋杀。时间又过了一天，警方在掌握了关键线索后，将33岁的迪伦锁定为嫌疑人。他在佛罗里达湾户外用品店做导游，工作内容是带游客划皮艇穿越基拉戈的红树林水道。4月8日，警方赶到这家店，在他的钱包夹层里，警方找到了一张属于纳丁的信用卡。警察随即将他逮捕，他没有挣扎，也没有否认，只是低着头上了警车。来到警局的审讯室，他的声音低哑，情绪有些紧绷，但没有做过多的抵抗，就对办案探员交代了一套完整的故事。他和纳丁是通过一个提供所谓的伴游信息的平台认识的。他说自己偶尔用来找人见面，并且和纳丁见面之前有过多次联系。最终，他们约定好在度假村见面，时间是周六早上。根据他的描述，见面后他支付了200美元作为交换服务费，但纳丁拿了钱却试图离开房间，没有履行双方达成的协议。他说当时自己站在门口挡住了去路，纳丁情绪激动，甚至动手打了自己，于是他本能的反击，朝纳丁的脸上打了一拳。纳丁当即摔倒，头撞到了地板，他愣住了，跑去浴室冷静，再回来时，纳丁已经没有了呼吸。他检查了脉搏，确认纳丁已经死亡。慌乱之中，决定清理现场，用房间的毛巾和床单擦去血迹，并将尸体藏进了热水器所在的壁橱。之后将毛巾、床单还有纳丁的手机装入3个大垃圾袋，留在房间后退房。警察质问他，为什么没有拨打911，没有告诉前台，没有报警？迪伦给出的解释是，我慌了，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不想惹麻烦。警方称，迪伦在供词中反复强调，这是一次意外的过失，而非蓄意杀人。他将整个事件描绘为一场突发的争执与误伤。他还试图在供诉中强调金钱的交换，说这是一笔明确的有协议的交易。
在警方的记录中，他的语气平静，甚至冷静，仿佛只是讲述一次意外中断的预约，一次原本应该结束在阳光下的短暂交易。但这真的是全部的真相吗？纳丁是一名职业性工作者吗？更重要的是，一个这样把尸体藏起来的人，会是一个慌了手脚的普通人吗？迪伦·兰姆的名字并不是首次出现在警方的记录里。事实上，这位33岁的基拉戈皮划艇导游已经是门罗县治安系统的熟面孔。2024年10月，迪伦参与了一起重大汽车盗窃案，具体细节警方没有对外全面披露，但根据法院记录，他被定罪，涉及的金额与车辆类型均超出轻罪标准，刑期为2年缓刑。时间再往前看，2022年11月，迪伦对另一位女性实施了暴力袭击。根据法院文件和警方记录，一名女性报警称，一次搭便车过程中遭到迪伦的严重袭击。受害人在佛罗里达市的一家酒店外认识了迪伦，提出希望搭他的皮卡车回家。他在副驾驶上睡着了，醒来却发现自己被带到了基拉戈，他的手机也不见了。紧张之下，他试图用迪伦的手机联系他人。迪伦立刻大怒，猛然将车停在了一条偏僻的道路上，将他拽出车外，揪着头发将他拖到了地上，连续猛击他的后脑，最后甚至用脚踩踏他的头部。之后，他开车消失在一片夜色中。受害者伤势严重，幸运的是，他最终得到帮助，前往了最近的医院治疗。几个月后，他在 Facebook 上认出了迪伦，他传送了自己受伤的照片，并把16000美元的治疗费用账单寄给了迪伦。迪伦回复了他一句话：我怎么补偿你？我现在身无分文，也没有工作。最终，这起案件于2023年5月结案。迪伦在庭上对轻罪袭击指控认罪，法庭只给了他缓刑处罚，要求他接受精神评估和行为管理培训。从现在的角度来看，这些处罚对于迪伦来说完全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到今年4月被捕时，他仍处在汽车盗窃案的缓刑期内。就在他藏匿了纳丁尸体的第2天，他照常工作，接待了游客划皮艇，毫无异样。同天，他还按时去见了缓刑官。面对司法系统，他似乎表现出配合、守己、理性的面孔。在一次又一次的犯罪与逃避中，他是否早已将否认责任训练成了本能呢？而在纳丁的命案中，他提供的这份证词又有几分值得信任呢？迪伦在接受警方讯问时给出了他的故事版本。今天我们试着从他的人格和犯罪记录的角度来拆解这个看似能自圆其说的故事。首先，这真的是一笔交易吗？据迪伦的口供，他是通过伴游网站与纳丁联系，并支付了200美元以进行身体交易。这个网站是真实存在的，而警方在受害人朋友的陈述中确认，他当时是要去见一个从非约会网站认识的人，并且当天8点57分，他在 WEA 房间门口给朋友发出了一条短信：我到了。他还没开门。过了不到2分钟，他又补了一句：我进去了。从短信内容来看，纳丁是去和从伴游平台认识的迪伦见面的。因此，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事实：纳丁很可能是兼职性工作者。但问题在于，这是否就意味着他活该？当然不是。即便在交易同意的前提下，纳丁仍然有改变决定的权利，更不意味着他失去了人身安全与人格尊严。同时，这是迪伦单方面的说辞，纳丁无法再说话，所以对于迪伦说的每一个字都有充足的理由去质疑。这就引申到第2个问题：迪伦真的愿意花200美金进行身体交易吗？2022年，在殴打了另一位女性受害人后，迪伦告诉对方：我没工作，没钱。这一次，他的说法是：
我有支付，合理交易，纳丁骗了我。但实际情况是，他在被捕时钱包里放着纳丁的信用卡，而且他长期以来对金钱问题始终极度敏感。他因盗窃车被判刑，在袭击案中也因受害人拿走他的手机而爆发暴力。我们再来看一看他的导游工作的收入情况。佛罗里达皮划艇兼职导游或季节性员工的日薪约为100多美元，更多收入依赖游客的小费。也就是说，这不是一份稳定的、足以维系生活并承担法律责任的职业。在这种情况下，他真的会轻易支付200美金只为一次交易吗？还是说，他借用了性交易这一合理化叙事，掩盖了自己真正的意图？从现有线索来看，我们有理由怀疑，他极有可能是以约见交易的名义将纳丁引到房间内，也许他根本没打算付钱。当纳丁反抗，事情走向了失控。第三，迪伦真的只打了一拳吗？这是赤裸裸的谎言。根据法医报告显示，纳丁死于严重钝器创伤，头部多处骨折。尸体被发现时，他的面部明显肿胀，嘴唇撕裂，双眼乌青，鼻梁断裂，有大量软组织出血。法医明确指出，这些创伤并非摔倒所致，而是多次有力集中攻击造成。也就是说，这绝对不是失控的一拳，而是一次系统性、具有攻击意图的暴力行为。更令人警觉的是，这种攻击模式，尤其是锁定面部与头部反复施暴，不是迪伦第一次使用。前面我们提到，他在2022年的袭击案中，集中击打被害人的后脑数次，并对头部进行踩踏。这段前科不仅是他暴力行为的铁证，更是对他所谓只打了一拳的彻底否定。第四，迪伦为什么没有逃跑，而是如常生活呢？很有可能的解释是，他觉得自己处理好了。尸体藏在了热水器的壁橱里，案发现场被彻底打扫过，房间已经退租。而且，从警方的报告来看，酒店的工作人员并未第一时间意识到异常。也许他认定尸体不会这么快被人发现，他还可以再次入住，进一步处理现场。从我们所掌握的资料里，迪伦展现出一种非常典型的攻击型人格。他不是那种会在公共场合失控，嚷嚷着我要杀人的人。相反，他安静、低调，逻辑清晰，善于在表面维持秩序，同时用解释掩盖动机。他不承认是谋杀，而说他拿了我的钱要离开，我只能阻止他。他不承认是多次殴打，而说我只打了一拳。他不承认逃避责任，而说我慌了，不知道怎么报警。他不承认是他想控制，而说他先动手。这是控制者最典型的叙事模式，将自己描绘为被动、受害、误解的那一方，而反复对女性受害人使用暴力。从2022年的袭击案到2025年的纳丁案，他的共性行为是先建立接触，再失控攻击，最后理性处理。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高度可能的推断：迪伦在经济拮据的缓刑期，利用伴游平台认识了纳丁，以交易作为幌子，实际目的是实施胁迫或暴力控制，甚至勒索。而当纳丁意识到危险，试图离开时，他的控制机制被激发，转为暴力攻击。之后，他迅速进入了清理模式，用犯罪前科累积的规避思维和程序性冷静，试图覆盖现场所有痕迹。唯一意外的是，纳丁的女儿，正是他的执着敲门与追踪，让这场原本可能被隐藏的罪行提前曝光。在这个案件里，最让我感受到心疼的是受害人纳丁的女儿。据了解，纳丁常常在 Facebook 上分享与孩子们的照片，他们的关系非常亲密。失去母亲的创伤也许会伴随孩子一生。在这里，我想写一封信给纳丁的女儿。虽然我们隔着遥远的距离，
我甚至不知道你的名字，但我知道，你正经历着一场失去至亲的风暴。请记得，你已经做得足够好了。你没有放弃你的妈妈，是你一步一步追查线索，敲开了门，才带来了真相，也因此阻止了更多人遭受同样的伤害。你不只是她的女儿，你是这个事件里最勇敢的目击者。你最深爱的妈妈，她一定希望你能早日走出伤痛。愿你回忆起她的时候，想起的不是案件，不是报道，不是接不通的电话，而是她笑着叫你名字的声音，是你们独有的小默契，是她给你的温柔的拥抱。每一个真实的罪案，从来都不只是一个故事，它是一场心碎的悲剧，一块未愈的伤疤，也是对世界的警示。欢迎订阅、留言，让我听到你的声音。我是云奇，我们目击黑暗，去寻找光。